大家好，我是阿丽，今天用南瓜和绿豆来做好吃的，不用煮，不油炸。首先准备200克绿豆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清洗一下，再浸泡1个晚上，然后把南瓜皮去掉，再把南瓜对半切开，把南瓜瓤和籽去掉，再把南瓜切成薄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的南瓜已经蒸熟了，将蒸熟的南瓜取出来，准备2个鸡蛋，这样打入南瓜的盘中，用叉子压成南瓜泥，压得越细腻越好。然后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加入4颗酵母，加2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先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然后加入35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加入15克食用油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揉成这种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，盖上保鲜膜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这是泡了1晚上的绿豆，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再给它清洗一下，然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入蒸锅中，给它铺平铺均匀一些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3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像这样我们的绿豆就已经蒸熟了，用手一捏就碎了。放凉后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加入30克白糖，用擀面杖给它压碎，压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放在旁备用。像这样我们的面就已经发酵好了，体积已经变大很多，里面呈蜂窝状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再给它搓成长条，然后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再把每个小面剂揉一揉，整理成圆形，像这种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全部揉好后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用擀面杖给它擀薄擀大，擀成和包子皮一样薄的面片就可以了。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放上刚调好的绿豆馅，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口，把封口处捏紧实了，防止漏馅。然后放到面板上，再按成小饼的形状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全部做好后，盖上保鲜膜，2次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，像这样就2次发酵好了，变得胖乎乎的，拿起来轻飘飘的。电饼铛提前预热，倒入适量的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油热后，把饼皮放入锅中，在表面刷层食用油，锁住内部水分，开盖烙2分钟。2分钟后给它翻一面，再烙2分钟。2分钟后再给它翻一面，烙至2面金黄，像这样。倒入1碗水淀粉，淀粉和水的比例是1:20，然后盖上盖子焖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当蒸收干，像这样就已经熟了。用铲子按压能迅速回弹，然后把它取出来装入盘中，
非常好吃的南瓜绿豆饼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的饼吃起来外酥里软，是用酵母发酵的，好吃又容易消化。绿豆这样做香甜可口，孩子可喜欢吃了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丽。入秋后女人要多吃红豆，可以补血补气，还可以美容养颜。今天分享个红豆非常好吃的做法。首先准备100克红豆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清洗一下，再浸泡1个晚上。这是浸泡了1晚上的红豆，已经变大了很多。再给它清洗一下，再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入电饭锅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红豆，盖上盖子按煮饭功能，大概需要煮4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用手一捏就碎了，说明就已经煮熟了。将煮熟的红豆倒入漏盆中，把它控干水分。碗中倒入300克糯米粉，用红豆汤来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至没有干糯米粉的面絮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揉着这种稍微偏软一点的面团就可以了。然后就用小块面团，用手捏一捏，再给它搓成小圆球，搓成和鸡蛋黄一样大小的小圆球就可以。再放入盘中。全部做好后，放在旁备用。清水中加入1把红枣，再放入1把枸杞，把红枣清洗干净，再控水捞出，然后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再把枣核去掉，然后给它剁碎，剁得越碎越好。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备用，再把枸杞控水捞出，把剩下的红豆汤倒入锅中，加入1碗清水，再加入30克红糖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点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红糖融化。焯开后把糯米丸子加进来，再把红枣碎加进来，用铲子翻拌一下，防止糊锅底了。煮热丸子全部漂浮起来，把红豆倒进来，再把枸杞加进来，继续翻拌均匀，拌匀就可以出锅了。非常好吃的红豆丸子汤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的红豆丸子汤吃起来软糯香甜。入秋后天气渐渐变凉，非常适合女性朋友吃，常吃可以补血补气，还可以美容养颜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丽。入秋后要多吃小米，加1块南瓜，不用煮，不熬粥。首先准备200克小米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清洗一下，再浸泡2个小时，把南瓜的皮去掉，再把南瓜对半切开，再把南瓜切成薄片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。我们的小米泡的差不多了，把小米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入南瓜的盘中。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南瓜和小米已经蒸熟了，将它取出来。准备2个鸡蛋，将倒入南瓜和小米的盘中，然后再全部倒入榨汁机中。
给它打成南瓜泥。将打好的南瓜泥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加入4颗酵母，加2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如果喜欢吃甜的，可以多放一点。先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，然后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搅拌均匀，搅拌至这样粘稠的面糊就可以了。搅拌的时候感觉阻力特别的大，然后盖上保鲜膜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清水中放入一把红枣，给它清洗干净，再控水捞出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再把枣核去掉，然后把红枣剁碎，切好之后扔碗中备用。像这样我们的面就已经发酵好了，体积已经变大很多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拍拍气，再把红枣碎加进来，继续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准备4个小碗，在底部刷一层食用油，把面糊倒入小碗中，不要倒太满了，6分满就可以。用勺子把表面抹平，抹均匀，像这样就可以。然后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，像这样就2次发酵好了。再撒一些黑白芝麻，点缀一下，然后摆入蔓越莓干，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，一股红枣的香味儿。然后给它取出来，把保鲜膜拿掉，放凉后给它倒扣脱模，很容易就脱模了。非常好吃的南瓜小米发糕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的发糕吃起来松软香甜，是用蒸的，好吃又不上火。秋天要多吃小米，可以健脾养胃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